大家好，我是张大哥。这部从新北市来的白色 W123的2301，大哥已经把分油盘回装之后呢，我们现在要来进行它的这个引擎测试。那这颗分油盘呢，我们在机台上面看到它的数据，大概每一缸的出油量大概都落在130左右，那标准应该在160到170之间，平均每一缸大概都少了大概35ml左右，这个就是正常的35年以上的老车的标准现象。那它这个现象是带油道堵塞，那所以整体的供油量都偏低，那造成我们供油量会稀薄燃烧，供油量不足稀薄燃烧，车子引擎也没力。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目前我们看到它的引擎的运转是顺畅的。那我们大概来做个总结。第一，它这个分油盘目前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以后，我们看到它的管路，包含管路以及它的分油盘的外观的本体看起来相当漂亮。整个4支喷油嘴我们都已经整修换掉过了。至于说它的分电盘我们看到它老车的分电盘，它跟1985年以后的分电盘虽然都是4缸，但是是不一样的。那分电盘大哥也整修过了。至于说它的这个喷油嘴大哥都已经整修过了。火星塞的部分，火星塞它型号是用错的。那标准的火星塞型号应该是 H7DC。没有电阻值的因为这个火星塞很难买得到了，因为现在的车子都已经没有高压线，没有高压线，它电阻就只好移到那个火星塞上面。正确的火星塞应该是 H7DC 零电阻的，它用到的是 HR7DC， 是有5K 左右的电阻。当然发动可以，但是呢它会造成火花减弱所以说如果引擎不健康的时候呢，那就发现说这个车子的点火就不太正常。我们现在看到它的这个转速大概在102左右。目前我们冷气是有带动的，因为它这个冷气压缩机是 R12老的 R12的压缩机所以它的压缩机的效率是比较差一点。大哥是有开冷气，但是冷度是不够的。大哥虽然可以帮我们车主来灌冷气，但是因为 R12这个冷门很难找得到，大哥也没办法替他做这个服务。再来我们来看它的出油量。出油量目前看到我们右边下面小数点大概在 1.9 左右，代表说它的1分钟从进油到它的回油流回油箱油量1分钟大概在 1.9公升左右那这个数值是已经低于2公升左右了刚好在临界值。那代表呢它这个油箱目前它的流通的状况是普通，刚好在极限值。那大哥也换过了它的蓄压器，因为它漏油。蓄压器跟汽油滤芯大概都换过了。蓄压器我们要更换的理由主要就是说，蓄压器如果漏油，它会造成我们热车不好发动那当然热车不好发动的状况是很多，不是只有蓄压器。如果所有的其他状况供油都很正常，但是热车不好发动，那蓄压器就是一个绝对因素。那蓄压器因为它漏油，大哥换掉了。汽油滤芯呢，大哥也换掉了。那汽油滤芯跟我们看到这个机油滤芯这个机油滤芯我大哥建议是30年以上的老车应该要同时更换。
也就是说机油滤芯更换的时候，汽油滤芯一并更换。因为30年以上的老车啊，比如说这部车子已经35岁以上了哈，应该是37岁吧，啊37、8岁，那它的油箱一定会有铁锈产生啊。为了避免油箱再来污染我们这个分油盘啊，整个油路系统，所以机油滤芯啊跟汽油滤芯应该同时一起更换啊，费用也不高，应该大概在1000块钱上下吧啊。那记得就是。那再来就是老车刚刚积碳的现象啊，刚刚大哥检查过它的缸压呢，它缸压大概都在10、11，这很漂亮的缸压。那应该是有气缸头有拆下来整修过，所以才会有，还有整修过之后就会把那个积碳清除掉了。那我们看到它的气缸顶的垫片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整修，但是状况是很好的，也就是说它并没有积碳的现象。但是刚刚大哥在外面试车的时候，发现说它有一点点那个突爆的现象啊，爆震的现象。那爆震现象，缸压并不过高，那爆震的现象可能就是它是不是用了92的汽油？因为老车大哥建议都用95的，尤其今天天气这么热，都已经都35度了。那希望老车，第一个30岁以上的老车，第一个，那我们的汽油一定要用加1级，用92改成95。第二个，汽油滤芯跟机油滤芯一起更换。第三个，老车要常常发动，也就是说1个礼拜至少发动1次。那偶尔跑下高速公路，如果说把表面的积碳能够清除掉，那这部车子目前状况是相当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有没有反应。这原反应是相当顺畅的，这引擎是 OK 的哈，引擎绝对没有问题。那这个至于说供油系统，尤其是这喷油盘跟喷油嘴，如果说我们油箱不再污染的话，它应该在内用个20年，应该绝对不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到车子里面来看看它车子里面的状况。哦，它这个车子是绒布椅啊，这个比较少见到的绒布椅。OK。目前我们看到转速大概在1000。那刚刚我们看到它的数位转速表大概在950啊，它误差50 ，OK 的。水温现在已经爬到有将近快100度了啊。那目前冷气是在开动状态。OK， 我们来做个加速看看。加速是顺畅的，只是说大哥发现说是不是它没有加95的汽油，有一点点爆震的现象。对，好，大哥踩刹车，入 R 档，它转速大概掉到700左右，还算是稳定的啊。然后推 P 档、R 档、N 档。低档也大概在750左右。变速箱刚刚大哥试车，它的状况是 OK 的。那因为它这部车子换了短弹簧，所以稍微跳得比较厉害一点。因为方向盘它换成那个 MOMO 的这个小方向盘或者稍微重手一点。OK， 好，大哥来做个热车启动。关掉电源。好，目前是有开冷气的状态，不过大哥建议老车启动的时候是最好不要开冷气，因为避免我们老车在启动的时候负担加重。OK， 好，那么我们在试车，所以说冷气没有关掉，好，打启动，这一点就着了，这相当顺畅。真空表大概在90%，很好。
机油压力也在2/3的位置，怠速很好。整个那个里程数是39000，我们不知道这个里程正不正确。这是给大哥的感觉，他这部车子内外装都维持的不错外观当然是有重新喷漆，内装因为它是布质的布质的，那因为德国的料，它这个布用了30几年，还是看起来还很干净，而且完全都没有破损的现象。OK 大哥到外面来，我们看它这个排气管下面很多都是积碳积碳就是因为刚刚在发动以后，大哥把排气踩大油门，把那个积碳地上能看到那个积碳，把那个积碳都排出来了。所以这部车整修好以后呢，大哥的建议常常跑高速公路。那至于说它会故障的部分，因为汽油帮浦，大哥看到它汽油帮浦并不是很新。如果今天车主倒建议汽油帮浦应该换掉，因为汽油帮浦一换掉之后它就是归零了，它是磨损件它不像分油盆，它不是消耗，它不是磨损件因为汽油帮浦它是有使用寿命的，它的卡泵它的碳刷磨掉之后呢，就过落了，所以大哥建议汽油帮浦应该把它换掉。大哥今天的报告就到此结束，拜拜喽。